之前的狩獵9星力戰波伊龍影片，主要是用來觀察綜合主題裝 V5在實戰中的數據。很多人都會強調配裝要達到100%會心率，但可能只有在某個時間點可以達到100%。如果超過100%，就是一種浪費。真正的會心率是指狩獵全程的實質會心率。從狩獵影片中發生會心傷害的次數，可以統計出實際會心率是70.5%。之前提過的配裝需要先疊加一般傷害，疊得夠高了再來調整會心率跟會心傷害。V5的一般傷害跟會心傷害是77.6跟91.9，實際會心率是70.5%，傷害期望值是87.68。把武器上的達人珠匯成超星珠，可以得到這樣的數字。可以發現減少12%會心率來換取等級3超會心，會更有效。第4次大型更新開放的狙擊武器，除了讓套裝技能組合更靈活外，狙擊復原強化跟宣戰呼應也改變了傷害組成比例。銳利度強化 EX 可以增加50銳利度，相當於等級5的降。隨着玩家傷害提升，讓狩獵時間下降。假如狩獵過程中固定停下來進行一次磨刀，那麼等級3利刃可能就足夠了。選擇利刃的好處是，利刃複合珠是可以額外提供等級1屬性強化。武器中的3個相控，現在已經確定超星珠跟利刃複合珠。以下測試第3個相孔使用超星珠、攻擊珠跟鼠會複合珠的情況。可以發現攻擊珠是效益最低的，比較特別的是鼠會複合珠的效益比超星珠高。主要是因為第2個超星珠只提升2個超會心等級，而且超會心等級同樣也有邊際效應。鼠會複合珠讓屬性強化等級從1提升到2是有明顯的強化幅度。最後是狙擊復原強化，可以提升武器的原始屬性強度，搭配宣戰呼應，讓屬性傷害的比例大幅提升。使用超星珠、鼠會複合珠、利刃複合珠，就是綜合主題裝 V5.1。接下來要考慮心眼珠的部分，將訓練靶設定為硬肉值，測出以下傷害期望值。可以發現等級3超會心加等級3心眼加等級1屬性強化的期望值最高。所以 V5.1 心眼版的組合就是超星珠加心眼珠加利刃複合珠。接下來是使用心眼的時機。經過計算，當有20%以上都是在攻擊魔物硬肉值部位時，用心眼版會比較好，比之前測試的8%更高。同樣也是因為屬性傷害在狙擊武器跟宣戰呼應得到大幅提升的關係，實際魔物的屬性傷害比例會比較低，所以實際硬肉值部位比例應該比20%低。但使用心眼的門檻的確是比之前提高了，是否該使用心眼的魔物就更容易區分。以這情況來看，狩獵千仞龍應該就不需要心眼了。